好，我是咪妈。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康妮。我跟康妮呢是在 Trade 认识的。这个时代的媒体真的是不可思议，竟然彼此都不认识，一个从千里而来，彼此都非常的勇敢。就这样子，我们相见。然后英文名呢就是 Connie， 14号就飞过来。对，14号的晚上在，但是我是提前了2周的时间在脆上发预告，做一个国际交流。我有点好奇，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OK， 我是湖北武汉人，我是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我家里是没有任何艺术的背景，也没有人给我，没有就是亲朋好友给我介绍任何的社会资源。对，所以我毕业之后就相当于我只能去打工，打工过了好几年之后就移民到美国。虽然说在美国也接触到一些画廊，然后艺博会，但是我认为我的人脉还是需要去打开，需要认识不同的艺术家，主要是做水墨画。我还是希望多认识一些华人艺术家，其实也是想要认识台湾，了解一下台湾的艺术市场。对，大陆的人对于台湾的印象可能全部来自于台湾的综艺节目，台湾的综艺节目，康熙就电子哦，是哦，对，但实际上呢，他们都知道这是什么节目效果，是艺人的问题。那对于那个台湾的这个艺术市场、画廊啊，或者一些概念，会有这些讯息，就是其实是没有，完全没有。跟了解香港会容易一点，但是台湾呢就没有那么容易。自由行，那你这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进来台湾？我是收到那个 visa 之后，我才敢在脆上发那个预告。对，我去参加康妮的座谈会。我觉得一个女生这么年轻，她很勇敢哦。而且她有说，她有说她是住台湾的胶囊旅馆，那一切的状况之下都是非常的就是精简。然后连在这个美国的艺术博览会，就也是都是靠自己的力量。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女生真的是好了不起，好勇敢哦。因为别人靠不了。对，而且我知道她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也走过。她更勇敢的是什么？因为她来台湾，一般有时候会说，哎，我有朋友在。问题是，她给了自己一个门，她自己开出去，她其实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人就要想得开嘛，到一个新的地方认识新的朋友。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当然啦，有一些朋友他是可以说是家里有人可以安排，然后朋友可以介绍，但是会有一个开始。而且你是完全都没有人脉，你有一个信念就是前进。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强很厉害。那不然对你真的很，那不然怎么办呢？但是真的非常勇敢的一个女生，家庭教育的关系。我是因为我19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美院嘛，因为湖北美术学院是全国8大美院之一。我们美院它每个星期都会请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来做一个免费的公开讲座，在阶梯教室里。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他在美术馆、画廊、艺术家、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和美国的商业模式。好棒哦！对，学校有安排这样的。对，对于像我那种学生来说，其实第一听不太懂，因为他讲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们从来没听过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美国的事情。他让我发现说，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艺术市场是如此的成熟。觉得别人可以当画家，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其实你那个时候就是想当艺术家，想当画家。对，但其实艺术家是什么？当艺术家模糊，完全不知道，完全是我从美院毕业之前，我是不认识任何不画画的人。觉得说，中国市场跟美国的这个环境的比较，我觉得给予年轻人的机会是不一样的。它给予文化创造类的支持力度是不一样的。应该是说美国这一块是比较开放，比较支持艺术家，会有一个完整的商业体系来支撑艺术家。就比方说，像大陆现在的很多艺博会，它会发展成说印刷品是特别的泛滥。有的甚至会出现说，有的艺术家还会有，他们会产生一些争执，他们为一些你是打印机打出来的，我是复印机复印出来。作为独立艺术家进入到芝加哥3大艺术博览会之一，但其实我是很辛苦很劳累。我想说，哎，那我有这个资历之后，说找那个机构给我带的，我朋友就一盆冷水，他说你要小心哦，因为就像是一个急着结婚的人啊，他就会容易被男人骗哦。这个形容词很可，因为有的画廊他会，比方说，他即便给你签了合同，甚至有他会打些时间差，让没有合同
他把你的话吞掉。有听说在中国，对，但是在台湾不会啦，台湾讲好这样就是这样。比较会跟着，因为人少啦，没地方跑，你名声会坏掉。因为这你说的人少地方小，你说人少地方小，让我想起前几天有个网友他跟我讲说台湾的艺术圈跟香港的艺术圈还不一样，台湾的艺术圈小，但是呢它地方大，它就分散开，艺术家跟艺术家之间呢还是会互相给面子。他说，但是香港面子是指哪一种面子？是大陆的话就叫怼脸开大。就说我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不会给你面子，我直接。天哪，这太刺激了！对，我是听说这样。在台湾是不会的，台湾还蛮客气的，对，就还是给面子嘛。对，那不合作的话，台湾是这样讲：你的时代不是我们画廊经营的，我们就会不回复，也不答应，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哦，你对我没兴趣。有2个年轻的女生，她是问我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她就说，那怎么样去找画廊啊，或者说画廊到底会选择什么样的艺术家？其实因为我也在美国尝试过，说有入驻到画廊，也有在其他的画廊有连载，我也通过政府的那个 City 的官方网站上申请到政府扶持的一些商店的项目，就相当于是你把画挂进去，但是它不会抽成，但它需要你的艺术家执照。很多不同类型的画廊发现说，不一定是他们偏好哪一种，而是说他需要整个画廊里面所有的艺术家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那就根本就不存在说你需要你具体到某一个人需要哪一种风格。所以而且我也鼓励他们说，一定要多画，当做是一个五金店，一颗螺丝是开不了。大陆话就说是一个街溜子。那个画吗？不是，互联网就是该叫街溜子吗？对，你不要写给我好了，等一下该溜子，我要把它放大。他们讲艺术家就是无所事事的人嘛，就是该溜子。表面上那层是讲这个职业吗？比方说朋友之间互相介绍，那人家是做这个，人家他是该溜子，我是该溜子。不是正常情况说，你要是打工啊或者有兼职，你就会说你兼职。但如果说你新朋友互相之间就是开 party， 如果你介绍你是艺术家，那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说，你该溜子，就是你没有一个正式没有一个工作，然后不稳定，你钱也不知道在哪里来。但进艺博会，大家就会认为，那你还是在算已经走到一个路上的，对，算走到一个路上，看见天明的感觉。对，因为美国的组委会甄选那些作品，它会很严格，包括一些大城市，他们就会有一些大型的博览会。这些博览会呢，他们都是有什么50多年那都算中型了，70年、80年、90年的，像堪萨斯 City， 它现在有一场能做到第93年，好像是我不一定记得200个左右的展位，相当于只要他选中你，你只要能够进去，就是那个展位，它是20万的人流量，2天的时间把20万人全部灌进去，那20万人就是拿着钱去砸。在这个艺博会，或者是说你在经营自己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你处理所有的行政事务。对，台湾有一句话，我教你：校长兼撞钟，好定兼弄精，就是你要兼丁将，好定兼弄精。对，说对了，对，好。他意思就是你一个人都要做很多事情，都要同伴，对。但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是因为说，其实我知道，大家对于美国的艺博会，大家就会认为是那个什么巴塞尔好像是没有机构的人怎么办？那就是去个人艺术家的艺博会。你去机构展，那就机构给你在室内。它是在室内的，墙都给你准备好了。那如果你是去个人的艺博会呢？那首先你买那个，对，是买帐篷，没错。后来我跟 Connie 聊天，我才发现每个国家的文化真的不太一样。因为美国的艺博会，他们很多都是在公园举行的。帐篷的毛坯就是2500美国，我想节约，所以我就买了网布，就是我连墙都买不起，买了那个黑色胶的网布，然后把画挂上去，然后的装备都是尽量便宜一点啦。这样明年都可以用，后年都可以用一辈子。对，都继续用。对，行政工作这一块呢，很磨人的艺博会，其实每个城市都有。
但是那你怎么选？而且你想说，佛罗里达的风格肯定跟芝加哥的风格会不一样。对，那你在你的那个电脑资料库里，你选择的艺术的图片不一样。而且还有就是对作品的选择，对，而且你画画的人肯定都知道，说你画画的颜色跟你肉眼看到的和你在手机上显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要一直修图，你还要晒你的展览的那个棚子，对棚子，对的那些布，还有一些什么文宣旗帜什么字，文宣倒还好，主要是画框很占位置。对，水墨其实都需要啦。对，我是看到有人在网络上说他水墨有的甚至说他想卖便宜一点，他就不脱表。我认为这是一个他就这样一张一张的这样子，他就敢直接卖，我有看过，他就敢直接邮寄。那你说，对，我就想说，然后就会坏掉。对，我就会在网络上留言说，那你最好还是表扬。艺博会当中啊，你有没有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看的人，他们给我的反馈会让我认为说，原来我这么喜欢去跟别人聊艺术。毕业之后呢，我就几乎没有跟人讨论过艺术。对，而且有时候你说互联网上也有人在讲艺术，但是我都没有什么交流的一些欲望或者想法，只是说，我看到了，我觉得说得不错。可是因为在中国有一个蛮红的媒体叫小红书啊，对，它其实看起来也是蛮热络的。你试着跟人家我试着交流过，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一起进步，然后我们要一起学习。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建议是对的，但是他会说，那他自己学到就好，然后他就会骂你。他就会说，你这样不对，然后他就会拼命的反驳你，然后让你闭嘴，让你不要再说了，这么激烈，就相当于是你不可以在上面讲正确的事情，很多种声音会出来。对，他就说反驳你的这个说法。对，他说他只卖800块钱人民币，那为什么还要装裱？那装裱的价格可能就要200或300。但是我也在下面讲，就是说，那你卖画，你总要把这个价格卖上去，你不可能永远都做那种最低端的市场，就是像那种辛苦的事情，肯定也不好。但是他们就好像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对我们来讲，你的态度就是你对这一张的作品这个态度，对，是一个别人也会感觉到。对，其实我也会在上面说，我跟他们说，我所有的水墨画我全部都会运回武汉装裱，然后再运回美国。台湾的朋友跟我讲说，我卖的价格和我这种像我这种 nobody 的角色卖的价格已经算是比较贵了。我说我卖的就33厘米乘33，卖的还蛮不错的。我卖的是第一次去360美元一张，对。然后他们说折合新台币已经超过1万多了。但第一次通常都是试水。对，然后台湾的朋友跟我讲说，如果是一个刚刚出来的新兴艺术家，那他这个尺寸的油画只能卖到5000或者是6000台币。差不多，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惊讶。台湾其实我知道在中国是讲戏术，对。那我们台湾就是现在有分2种，但是很多人还是讲传统的号术，你有听过吗？他们有跟我介绍，他们毕业很多年了，然后第一次而且是陌生人去聊艺术，而且是我做的艺术，他们给我的反馈都是非常让我惊讶的。就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老太太，她很认真的把我的水墨画都翻了。他翻了之后，他就问我，就是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他知道我有这样的功底，但是呢，我的材料好像特别局限于宣纸跟毛笔，然后还是黑白。他很想知道，如果我换一种媒介，如果我做雕塑，如果我做图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他这样的提问很深入哦。对，其实他的提问就那么1-2句英文，但是他会让我有一种。我就会觉得他好像真的在认真的在看我对待画，对他很认真的在对待我，对，所以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包括有香港、台湾的移民2代，他们也会来看，然后他们会跟我聊艺术上的东西，我都觉得说很受启发。他们就会觉得美国的整个的文化氛围，它就是说支持本土艺术家。香港、台湾的朋友，他看到我就会说，你是华人艺术家，所以我要支持华人。他的一个支持的那种力量，对概念永远都是说，我要支持这个艺术家，所以不管他卖什么，他卖的钱少的，就是我钱少我就买少，我钱多就买多。他的这个概念跟大陆不一样。所以第2个展会呢，就是在芝加哥了，它在千禧公园的背后。那么那一次呢，也是很激励到我，就说是有一些厂家他会开场的前半个小时他就进来
巡场一遍，然后把他喜欢的画就立刻买走啊，对，真的好对，我们需要这样的。我的长辈里真的是遇到过有一个白人男子，然后他就进来就一秒钟他就说他要这2个猴子，然后他就我的价格也没有贴，因为我价格还没来，我的动作很慢嘛，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多少钱，他不知道多少钱，对，但是他也知道他不会卖，就是他知道我们不会卖要价，对，然后就很快就买走了。其他的外国厂家他们也会买那种就是只有几笔的那种水墨画，但是我画我自己喜欢的画，是真的有人会愿意用钱去投票，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振奋的。然后1小时，然后我已经卖了5张画，我那真的算是成绩很不错。我觉得算是很有激励到，真的台湾。然后我还通过翠找到免费的场地，而且就在台北的市中心。对，而且还是商家来找的，全部都通过翠，而且商家真的在那个翠的评论区留言，所以网友是可以完全看到，就像一个真人秀一样。虽然我是一个小咖了，但是你可以真的看到，说我真的是坐经济舱。从旧金山飞台北，桃园坐经济舱，住经济舱。我住的也是像那种6人间，对，我6人间，对，是真的没有钱。虽然说网络上会有很多人天生就喜欢反驳人家，就是说，哎，你就是有钱你才进去，哎，你有钱做这个，你有钱做那个，你那个帐篷多少？帐篷2500，然后墙又1500，哎，你就是有钱才会做这样东西。我觉得你就是一步一脚印，然后看着办，对，然后有点船过桥头自然直吧，就是水到渠成。对，然后说在翠上做活动，其实想的比较简单啦，就是说，因为我认识一个台湾艺术家，然后他在士林行政中心附近，他有一个艺术家工作室，然后我想。那就是那个场地啦。我在网上可能就是说经常互动留言的，可能也就我想想，那个可能也就7、8个网友。那大家结果我就把那个预告一放出来，报名的人就满了。那个艺术家就跟我说，所有人坐在地上也只能坐13个。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给公布出来，然后就有商家会找到我说，他说他可以提供100人的场地，多功能厅，还有 PPT。我想我从来没有办过很大的活动，我办过最大的活动就是相亲大会，而且还是30个人的，这没有，我从来没有办过，而且我也没有学过演讲。所以真的蛮神奇的，对，完全都没去想。对，而且我想就是我就真诚的和大家聊天，然后我就发现像互联网现在的社会呢，大家对于真诚这个东西是越来越看重。对，真的，我看到这个文章，我会觉得哇，这人好可爱，为什么好真诚？哇，好直接哦！对，我当时还写了，我说我也不是艺人，我也不是公众人物，那我为什么要自我介绍？没有人关心我是谁，或者说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大家只关心说艺术界的事情是什么样，怎么样画廊怎么样，怎么把画卖掉。大家其实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其实你让我们发现一种就是人性的美，你知道？你自己在做这件事，就是真的你在做一个初衷。对你的出发点，但是这些人就是可能以后变成你的，虽然现在是感觉都是好像是一面之缘，对哦，然后但是你以后会怎么样，其实真的不知道，对呀。因为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说很难讲，对，网友只是一个起点，当你真的和这个人面对面，就是你跟他见过之后，那么从此那就是朋友。而且来的人基本上都是艺术圈的，有人是画画的，有人是可能很有兴趣的。对，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未来的走向到底是5年后、10年后也很难说。对，而且来的每一个人呢，就像是我给自己的未来买了一张彩票。对。台湾呢，是我从来没来过的地方，它在我的心中永远都是综艺节目与相聚。这是非常的刻板印象。那么台湾的当地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就是你只有来了才知道。认识大家是近距离的接触，而不是说我只是去 7-Eleven 去买东西。对，你好，我好，这样欢迎光临。对，而且了解一个城市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直接和当地的人来面对面。而且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很好，真的很欣赏。因为有很多人来玩啊，他真的就是来玩，然后就是蜻蜓点水。但是我觉得你这一次来，真的，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如果我是你，我会觉得我应该收获很大，因为你是真的跟人家交心，很深入的去直接走入艺术圈。对，懂我意思吗？那还做归根结底，这些人这一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太穷。你要感谢这件事情，预算有限，对你才可以去做出这么棒的事情。对，你说如果说我很有钱，那我就直接去订什么圆山饭店啊，然后把什么有钱有势的人请过来，就搞这种酒会，或者是就是请什么画廊老板吃饭啊，这样就是你也是听到蛮多真实发生的一些面向。
对，然后也会看到说有的一些团体，他们是很认真、很积极的在筹备活动，对，然后也是看到有艺术家在分享他们的艺术，那哪怕就不是那种很大规模，但是他们都是对艺术有很高的热情。对，也是让我觉得有一些正反馈了。其实不光是艺术家朋友，有的网友好像也是设计，他们是设计师，但是呢，他们给我的在谈话中都会有一个正向的反馈。我觉得这个收获是蛮大，是因为人给你的一些联系、一些连接。对，那你觉得说你对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些期许，或是对未来一些期待？或者昨天第二场活动，有一个女生，她就问我说。我飞来台北到底是为什么？他会想，很多人会问说，哎，你为什么来？是有什么目的？对，有什么？是要结婚呢，还是探亲，还是怎么样？对，那个女生会问得更详细，她会说，你认识这么多人的目的是什么？对你，对，因为我说我来台北是为了认识。我不会耶，我会觉得我可能也想也还好。他会就是交流。他为什么会这样问？是因为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预告，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内容，他从来没有看过有人这样玩法，所以他很想知道说，我来台北认识这么多人，到底是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就跟他想了解，对，我就跟他说，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台湾跟香港他们是对人才是很珍惜的，他们会很尊重有艺术才华的人，他们对这样的人很包容，对，很包容，然后接纳度很高，接受度对，所以以一个艺术的身份去切入到这样一个很大，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就是香港、台湾的这样一个市场，对，去交朋友。那么，他说的是认识很多人嘛，那我也就是很坦白的跟他说，其实那么多人，并不代表说你一定可以在里面认识那些所谓的class。就我以前20岁出头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会很在意这一点。我3场活动做完，我没有在台湾认识说有任何的比较高规格的画廊啊，或者说是收藏家跟我有产生连接。但整个台湾有，在我心中，它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应该是你种下了种子。今天很开心跟康妮聊天，那我们期待康妮再回来台湾跟我们见面。谢谢那个康妮哦，也祝你路顺风哦。谢谢大家收看，好，拜拜，我们下次见。真的是一个神奇的缘分，真的非常开心认识康妮。她是这么勇敢的一个女生，个性是非常非常的洒脱，非常的有见解。期待我们再相会哦。